Hello，大家好，我是 Tuxon，欢迎来到我的视频频道。那么，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的话呢，我先说一下我的视频是分享生活、分享数码、分享摄影跟体验产品的。那么，我会最主要去做这个分享摄影跟分享数码这两个领域。那么，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OK，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正题。就在前几天，苹果正式发布了3款产品 ：iPad Pro、MacBook Air 还有 Mac Mini。那么最值得讨论的应该是 iPad Pro 跟 MacBook Air 吧，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苹果给 iPad Pro 的标题是“你的下一台电脑何必是电脑”。苹果每次的这一个宣传也都是非常的狠呐，就是感觉 iPad Pro 真的有一天能够取代我们手中的笔记本电脑，这个是有可能的。首先呢，采用了最先进的设备显示屏，那么这毫无疑问的，每一次 iPad Pro 它的这一个屏幕，无论是分辨率还是这个色彩、色域，它都是比其他阵营的平板要高级不少，可以说是顶尖的水平的可以达到。然后这次搭载了 A12Z 的反射芯片，其实我觉得苹果的确在挤牙膏，因为上一代是用这个 A12X 嘛，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苹果挤牙膏是挤得很有策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A12X 你要知道这个芯片其实它非常的过剩，性能过剩。那如果它再出个 A13X， 其实也很多人不能够去达到这种要求，所以它出个 A12Z， 一方面是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是尽量的不会使性能过剩太多。那么还有一个 Pro 级的摄像头跟激光雷达扫描仪，那么这个会应用到 AR 领域。那为什么苹果要在一个 iPad 那里去装一个能够拍摄 4K 视频的摄像头呢？其实并不是说什么我们经常要拿着 iPad 去拍照拍视频，那么其实很少人去这样做的。那么其实苹果要做一个这么高解析度的摄像头放在 iPad Pro 上，其实是为了 AR 这个领域。如果想要精准的把一个物体合成在另一个物体上面，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AR， 那么这个摄像头的像素密度一定要高。比如说像平时只有几百万像素的那些 iPad， 它们也可以完成 AR， 但是很容易就会产生偏移。比如说我的物体突然之间往前移了，突然往后移了，突然放大了。就比如说这个平面，我本来想有个物体在这里的，但是突然之间它就往上移了，所以就是像素密度小而导致的问题。那么如果苹果把 iPad Pro 的摄像头那个像素密度做高了，能够拍摄 4K 视频的话呢，那么它的这个 AR 的精准度就会高很多。然后这次我觉得它的升级重点是支持带有触控板的全新妙控键盘，这个是非常棒的。然后这个键盘要卖2000多，其实别人说很贵啊，别人说卖个键盘你就要卖2000多，有必要吗？其实贵是有贵的道理的，因为它要做一个结构，因为它这次的键盘是可以悬空的，是 iPad 悬空的，那么它就必须要做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呢，它要承受住 iPad 1斤多的东西，那么这个结构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它这个需要很高的成本，所以说其实卖2000多它还是挺合理的吧，因为它有触摸板，但实际怎么样的话还要看它出来之后就能发售之后，要看一些其他 UP 主去评论这个，去做一个测试，看看怎么样。那么这个最先进的显示屏，移动显示屏那是毫无疑问的啊，支持这个 P3 广色域啊，原彩显示，还有这一个ProMotion。性能的话，说实话，我个人觉得一部6000多的11英寸128GB 的 iPad Pro 呢，的确可以，我觉得可以跟同等级，也就是同样6000多块钱的笔记本，它的性能相比，说不定 iPad 的那个性能比那个笔记本的性能还要好，还要高。但是为什么现在至今 iPad 还不能够做我们的一个主力机去创作东西呢？其实是因为软件跟不上硬件。其实硬件其实 iPad Pro 已经做得非常棒了，
它的性能远超于很多 PC，但是由于它的软件跟不上，比如说没有 Final Cut Pro 啊，还有一些没有其他的 Premiere 啊等等这些专业软件，所以也导致了 iPad Pro 它面向的专业人士是极少部分，不是很多人。那么接下来这个 Pro 级摄像头，我之前也讲了，它就是为这个 AR 领域而做铺垫的。然后这一个，它这次的这一个键盘真的是特别大的一个卖点，它还支持在键盘里面去插入 Type C 接口，然后去充电。你们可以看到这个 iPad 它是悬浮在空中的，然后有一个部分它是非常难做的，它要承受住这个 iPad 的重量，所以说这个是成本非常高的一个东西。然后接下来一个就是 Apple Pencil， 它也就支持第2代而已。那么还有4GB，支持4G 而不是5G 的网络啊。然后现在其实已经发售了。然后最香的一个东西就是这次的 iPad Pro， 它128G 11英寸是卖6000多，而上一次也是6000多，但是上一次也就是上一代那个是64GB 而已。所以说其实这次苹果是有良心的。那么说回良心呢，其实 MacBook Air 其实也很有良心。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次的 MacBook Air 其实也是挤牙膏，怎么回事呢？其实它就升级了，我看那些参数，它就升级了，屏幕支持原厂显示，然后键盘改为了妙控键盘，然后那一个触摸板大了一点，然后就换了个 CPU， 内存的这一个频率上去之后，然后价格降了。就改了这么多，但是从这一个价格降了下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出苹果还是非常想留住一些果粉的，他们知道现在要价格便宜了才有人去买它东西，所以其实为什么 MacBook Air 它现在卖到7999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苹果想把这个 MacBook Air 作为一个 Mac 入门用户的一个选择啊，其实这也跟一个问题有关，就是 MacBook Pro。MacBook Pro 的低配跟 MacBook Air 的高配，其实它们两个价格非常相似的，但是很少人会去选择 MacBook Air 的高配，而很多人去选择 MacBook Pro 的低配。那么其实即使 MacBook Pro 它是低配，但是它的价格也是非常高的，其实也是达到了1万块钱了，而 MacBook Air 的低配才达到了8000块钱。那么其实这个价钱是很多人能够接受的，也就是说，苹果想把 MacBook Air 作为很多想去尝试 macOS 的人第一个接触的机器，然后再逐渐步入 macOS 这个生态领域，苹果就是想这样做。其实 MacBook Air 就是一个导弹引爆它，然后再去让你们去买 MacBook Pro，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然后其实这次 MacBook Air 的提升其实没什么，就是价格降了一下而已。至于性能能不能剪 4K 的话呢，其实如果你真的剪视频的话，你无论是 4K 还是 1080p， 我都是极力的推荐你买 MacBook Pro。哪怕是低配，我也是极力推荐你买 MacBook Pro。MacBook Air 其实它更像是一种上网本，它其实就是现在的这款 MacBook Air 其实就是替换了以前的 MacBook， 以前的那个 MacBook 的性能真的不行啊。所以说，如果你是要有专业的工作要求，哪怕只是一点点，我也是建议你买 MacBook Pro。但如果你只是有这个上网的需求啊，看电影的需求，也就是说把它当做一个上网版的话呢，我觉得这一代的 MacBook Air 非常的合适，而且价格也非常的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哦。这也就是我想说的一个东西。OK， 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欢迎来个点赞，然后关注我一下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